你知道吗？大难来临，高人会用异常的方式提醒世人避难，能否避开劫难，全看有没有觉悟。古时候有一个村庄叫高家庄子，村里人男耕女织，日子过得殷实丰厚。一天，村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用2个筐篓担一担土沿街叫卖，却乏人问津，见无人买土。老人对村人说，家有老母，断粮有几天了，家中没有什么东西，只得调这担土换钱养母。村人从未听过卖土换钱的奇事，不禁哄笑起来。一人道，老头，这土有什么稀奇，到处都是，谁会买啊？老人说，此物看似平常，但厚德载物，可救人于大难，求求哪个好心人可怜可怜家中老母，买下这担土吧。老人说完，另一人道，土能救人，谁信？老头不是骗我们吧？又引来众人一阵嘲笑。老人见无人买土，叹息道，老汉我走街串巷，卖土送货10几天，可惜至今无人要，可怜我那老母又要挨饿了。这时，一位高姓忠厚长者看见老人可怜的样子，心生悲悯，对老人说，老人家，你的土我买了，给你300钱，将土倒在庄外围子就行了，收拾收拾快回家吧，免得家中老母牵挂。众人见状，皆笑他痴，一哄而散。此时天色已晚，卖土老人将土围着高姓长者的房屋撒了一圈，对高姓长者说，货给你了，然后就离开了。是夜，地裂天崩，山呼海啸，暴雨如注。传说中北海和南海接了头。第2天，高姓长者出门一看，自己的房屋被土堤围着，堤外一片汪洋，邻居们已被洪水冲得荡然无存，只剩下他一家孤零零被土围着。高姓长者明白了，原来是卖土老人救了他们全家。老人撒的土挡住了洪水，洪水退后，高姓长者领着全家迁走了。卖土是一件稀奇事，按道理应该能引起人们的警觉，是不是有生死攸关的大事发生啊？但是人在沉迷中，本性迷失后是很可怕的事，只顾眼前，看不到未来，所以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在喧嚣声中丧失了性命。而高姓长者凭借着他善良的本性，为卖土者的老母亲考虑买下了土。殊不知，这纯善的一念救了自己一家人。假如村人事先知道善举能够挽救他们，他们一定会帮助卖土老人。可历史已经过去了，是不能重来的，村人也就没有再次选择的机会了。他们的教训只能留待后人去评说与借鉴。人间道理千千万，唯因果不虚。因果可不是迷信，它是科学，是自然法则。人活一世，头顶有青天，暗处有神明，
行善作恶天必知晓，因果报应不开玩笑，想把人生经营好，因果不空，这是必修课，你不能不懂，不能不信，更不能不敬。历史告诉我们，大难来临之前，都会有异常的方式提醒世人躲过灾难。发动机自动熄火，原来是老天再救他一命。每次出远门，常常都要看见车子与车子撞得面目全非，交通警察在量马路，交通阻塞，车队大排长龙，救护车呜呜地叫。触目惊心的车祸令光华一上车就得跟驾驶员说，开慢些，安全第一。这一天，住在五泉路经营食品业的张东海先生跑来告诉光华一件令他心惊胆裂的车祸。他说，冥冥中好像有很多警兆，事后想想觉得奇妙。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他曾经连续几天心神不宁，喝茶被呛到，走路也扭到。这种现象据他自己说，从初生活到现在根本就未曾有，也就是做事样样不顺，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张东海先生骑摩托车很多年，对摩托车性能非常了解。就在心神不宁的那天，他骑摩托车经过复兴路的交叉口，视遇红灯，他将车子停在斑马线的界线上。此时左边也停了一部摩托车，一位年轻人威风凛凛的，他们一同等待亮起绿灯，而后通过。黄灯一亮，年轻人加足油门冲了出去，张东海也加足油门，但张东海的摩托车不知何故自动熄火。5年来从未发生这种现象。正在此时，轰然一声大响，一辆卡车把年轻人的摩托车压碎在巨轮之下，年轻人血肉横飞，肢体不全，顿时一片人声喧哗，四面八方涌到这里。正在当地的张东海先生下车检查机件，竟然发现摩托车完好如初，同时又自动地发动起来，这真是奇怪啊。他想，假如摩托车不出其不意的熄火，近在咫尺的车祸，掉下头颅的人也有他的一份。预想冷汗欲流，从此他再也不敢骑快车，也不敢抢黄灯了。张东海先生说，他有信仰，以前根本啥也不信，同时他也偷偷地化名济困救贫，参加了实际的慈善工作，没有想到感应如此迅速。他说，这一次摩托车无缘无故的熄火，使他体验到车祸的为什么，报应之说，生命的可贵，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也许你会认为这不过是偶发的巧合而已。是的，我们可以认为这的确是巧合。不过5年来摩托车第一次自动熄火，就救了他的性命。事先又有许多警兆，这的确是巧中之巧。只是一个熄火，就救了张先生一命。说是巧合，也确实是，但这巧合来的也非偶然。
而是张先生匿名行善所积阴德促成。古训言，立荣名不如重隐德，创造好的荣誉、高的地位，不如培植阴德。特别是在当下这个时代，阴德尤为重要。世间唯有广作阴德，可以挽回定数阴德，要积德深广，才能受用，才有力量转变命运。富贵由命，生死在天，天在哪里？在人心中。阴德充盈，也能冲出五行，这才是真正的天机。命就是一种强大的业力，人的财富、儿女、夫妻、智慧、官位等，这个是好几十辈子聚集的一种能量，你要能马上改变很难，所以要多积阴德，广积阴德，厚积阴德，大善的力量才能扭转人生走向。当你积德行善到一定程度时，福德的力量会引导你遇到善缘，遇到贵人。或许一下子你看不到奇迹，但当你坚定不移去做，甚至到了今生的终极时刻，再回首你会感谢自己。告诉你一个秘密，积累福报最有效最的一个方法，是将你所遇见的每个人都视为菩萨。是的，从当下开始，像对待菩萨一样，成为清净、尊重、感恩、精进的人。既然我们不能只从外相就知道谁是不是佛或菩萨，那么就不要分别。人若有德，会觉得一切人都是贵人，众生都来度我成佛。因果轮回，我们永远不伤害他人，永远不断他人的法身慧命。之所以曾有过伤害，不过是前世的债，前世的缘。当业力偿还，全部结束，万事万物都不会伤到你。心有业力，则业力自生；心无业力，则处处净土。当你心里想别人好的时候，是你的能量和灵魂在不断提升，不断受益。别人好不好不必在意，但你一定好。世间99%的问题都是由那1%的关键产生的，这个1%就是自己的心，就是自己。心好，一切好，所有一切全是自己内心的投射。也就是说，真正的福报不在烧香拜佛，而在于内心的修行。很多人每天上香供佛，祈求财富、健康、顺遂的人生，可是现实却并没有如愿，甚至觉得越求越不顺。难道是佛菩萨不灵，还是我们的方式出了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千古疑问，真正的福报从哪里来？弥勒佛曾点破这个秘密，答案不是外求，而是内修。修什么？就是6种品德，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这些品德比烧香拜佛更能改变命运，一定要看到最后。许多人求福报，天天烧香拜佛，甚至掏空家底供养寺庙，可日子依旧不见好转。
他们不解，为何自己虔诚礼佛却福报不显？是佛菩萨不灵验吗？古时有一富家女子也有此困惑，她家财万贯，每日香火不断，却仍觉人生不顺，福报不显。翌日，弥勒菩萨化身游方僧人，点破了这个千古谜团。真正的福报从来不在于表面的供奉，而在于内心的6种品德修持。这6种品德是什么？为何它们能带来真正的福报？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持这6种品德？古时候在舍卫国有一户富贵人家，家中女儿名叫善师。善师生来锦衣玉食，家中供奉佛像，日日烧香礼拜，香火不断。他虽然生活优渥，但总觉得自己诸事不顺，福报不显。每当看到隔壁家的女孩子亲，虽然家境普通，却总是笑口常开，什么事都顺心如意。善师就百思不得其解。翌日，善师去寺庙礼佛，遇见一位面带微笑的僧人在殿外扫地。这僧人气度不凡，善师便上前询问：尊者，我日日烧香拜佛，家中香火不断，为何感觉福报不显，事事不顺呢？那僧人放下扫帚，慈眉善目地看着善师：善女子，你可知福报从何而来？善师想了想说：福报不就是烧香拜佛，广布施舍得来的吗？僧人微微摇头：你每日烧香拜佛，可是你的心在哪里？你不施钱财，你的心又在何处？善师一时语塞。僧人接着说：我看你福相周全，却少了几分真福报的光彩，今日我就为你指点迷津。善师大喜，连忙拜谢。僧人说：你且随我走一趟，我让你亲眼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福报。善师跟随僧人走出寺庙，来到集市。僧人指着一个卖花的老妇人说：你且看那位老妇人。善师看去，只见那老妇人虽衣着朴素，却面带笑容，每卖出一束花，都会真诚感谢顾客。有人给他多付了钱，他一定会追上去归还。有人钱不够，他也会笑着说没关系，下次再补。僧人说他叫布施婆，一生贫苦，却从不吝啬分享自己所有的一切。这就是布施的品德，是福报的第一源泉。接着，僧人带善师来到一家小店铺，店主是个中年男子，正在和顾客讨价还价。善师注意到，虽然顾客出价很低，店主还是保持着微笑，没有丝毫不耐烦。有顾客不小心打翻了货物，店主不但没有责怪，反而安慰那位不好意思的顾客。僧人说，这位顾客名叫持戒汉，为人诚实守信，从不欺骗顾客，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持守本心，不起嗔怒。这是持戒的品德，
是福报的第二源泉。随后他们又路过一个正在修路的工人，天气炎热，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背，但他依然专心致志地铺着石板，不急不躁。有行人匆忙走过，溅起泥水，弄脏了他的衣服，他也只是擦擦，继续工作。僧人道：这位叫忍如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委屈，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不怨天尤人。这是忍辱的品德，是福报的第三源泉。天色渐晚，僧人带善师来到一间小屋前，屋内灯火通明，一位年轻人正在灯下读书写字，旁边摆着几本破旧的书籍。这位叫精进生，他家境贫寒，却日日苦读不辍，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学有所成，回报父母和乡里。无论多累多苦，他都坚持不懈。这是精进的品德，是福报的第四源泉。僧人解释道：他们又来到城郊的一片小树林，月光下，一位老者静坐在树下，双目微闭，呼吸均匀。僧人轻声说：这位是禅定翁，他每日都会抽出时间来此静坐，平复内心的浮躁，让思绪归于平静。这是禅定的品德，是福报的第五源泉。最后，僧人带善师回到寺庙，指着大殿内正在讲经说法的主持和专心聆听的信众说：看那些听经的人，他们不仅仅是来烧香拜佛，更是来聆听佛法，明白人生的真谛。他们在学习智慧，分辨是非善恶，这是智慧的品德，是福报的第六源泉。善师若有所思地问道：尊者，您是说真正的福报不在于表面的供奉，而在于这六种品德的修持？可是这六种品德如何才能带来福报呢？他们又如何能改变我现在的处境？僧人微微一笑，他的身形似乎变得更加高大，面容也越发庄严。善师惊讶地发现，眼前这位平凡的僧人竟散发出一种非凡的气息。僧人庄严地说道：我今日就为你揭示这六种品德如何转化为真正的福报。僧人的声音变得洪亮而深沉。布施的品德能令人远离贪婪之心，知足常乐。当你真心布施时，不求回报，自然会有福报回馈于你。这不是神秘的力量，而是因果的自然规律。你布施给他人欢喜，他人也会给你带来欢喜。你舍弃对物质的执着，心灵自然轻松自在。这岂不是最大的福报？持戒的品德让人远离恶业，不造作恶因，自然不会受恶果所苦。你诚实不欺，别人自然信任。你守信用，人们自然愿意与你交往，在人际关系中获得信任与尊重。这不正是一种福报吗？忍辱的品德使人心如止水，不被外界干扰。当你能忍受委屈和困难，不被怒火所困，
你的心就能始终保持平静与清明。心态平和，自然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做出明智的决定，避免因冲动而犯下的错误，保持内心的安宁，这也是一种珍贵的福报。僧人继续道，精进的品德让人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当你面对困难时，不退缩，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成功自然会向你招手。成就事业，实现抱负，这是世间人都渴望的福报。禅定的品德使人内心宁静，关照自己，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一颗平静的心，不被外界浮华所迷惑，能够明辨是非，不随波逐流。心灵的安宁与自在是最难得的福报。智慧的品德让人看透世间的真相，不被表象所蒙蔽。有了智慧，你能辨别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什么是短暂的虚幻。你会明白，真正的福报不在于外在的财富和地位，而在于内心的充实与安乐。弥勒僧人的声音渐渐变得更加庄严。这6种品德即是佛法中所说的6度波罗蜜，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布施生持戒，持戒生忍辱，忍辱生精进，精进生禅定，禅定生智慧。寻此修行，福报自然现前。善师恍然大悟，连忙向僧人顶礼膜拜。尊者教诲，我今日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福报，请问尊者尊姓大名？僧人微微一笑，我是弥勒，未来佛，今日与你有缘，特来点化。你且记住，真正的福报不在外求，而在内修。日日烧香固然是好，但若不修6度，终究只是形式而已。说罢，弥勒菩萨身形渐渐消失在金光之中。善师跪地膜拜，心中豁然开朗。从此以后，善师不仅每日烧香礼佛，更在日常生活中修持6度。他广施财物，救济贫穷，持戒守信，不起恶念，不怨不恼，精进不懈，勤修善法，禅定修心，保持平静，增长智慧，明辨是非。不久，善师的生活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不再为琐事烦恼，内心充满喜乐，人际关系和睦，家庭和睦，事业顺利，福泽绵长。邻居们都惊讶于他的变化，纷纷向他请教。善师便将弥勒菩萨的教诲传授给他们，使更多人受益。最终，善师不仅获得了世间的福报，更在精神上得到了升华，成为了一位觉悟的修行者。他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福报不在于烧多少香，拜多少佛，而在于心中是否具足这6种珍贵的品德。从善师获得人生转变后，我们可以围绕其对周围人、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展开，通过讲述不同人群在听闻善师经历后的改变，
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再延伸到社会风气的转变，进而探讨精神富足对个人和社会的深远意义，以此来升华结尾。自善师蒙弥勒菩萨点化，修持六度，生活转变后，他的故事如春风拂柳，悄然传遍四方。起初邻里间只是惊讶于善师判若两人的状态，从前那个总被烦恼缠身、眉头紧锁的富家女，如今却周身洋溢着喜乐平和，仿佛换了一个人。但当他们得知背后是弥勒菩萨的教诲与善师对六度的践行后，这份好奇便转化为了强烈的求知欲，纷纷围聚在善师身旁，恳请他分享其中奥秘。村子里的教书先生原本满心焦虑，每日面对一群顽皮孩童，书本上的知识好似怎么也灌不进他们脑袋，薪资微薄，生活清苦，让他时常觉得人生灰暗无光。听闻善师的经历后，他开始琢磨精进二字。他不再抱怨学生愚笨，而是日夜钻研教学方法，利用农闲时间自制识字卡片，将晦涩的知识编成有趣的歌谣。日子一天天过去，学生们对学习的热情高涨，村子里读书识字的孩子越来越多，他的努力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与敬重，家境也因村民们主动送来的物资逐渐改善。先生感慨道，以前只想着靠教书换口饭吃，如今才明白用心精进做事，收获的远不止物质，还有内心的满足与他人的尊重，这才是福报啊！集市上有个卖布的小贩，以往为了多赚几个铜板，他常常在布料的尺寸上动点手脚，遇到顾客讨价还价，便不耐烦地大声争吵，生意不温不火，还总惹得一身麻烦。善师将六度的故事讲给他听，尤其是持戒的品德，商贩如梦初醒，从此坚决不再缺斤少两，面对顾客的挑剔也总是笑脸相迎。慢慢的，顾客们发现他的布质量好，价格公道，态度还亲切，都愿意来他的摊位买布。他的生意越发兴隆，不仅在集市上站稳了脚跟，还开了自己的店铺。他逢人便说，以前总想着耍小聪明赚钱，却不知丢了信誉，现在守好规矩，诚信经营，福报自然就来了。村子里的年轻人曾经只知道吃喝玩乐，整日无所事事，把大好的青春挥霍在浑浑噩噩之中。善师找到他们，耐心地讲述忍辱、精进的道理。起初，这些年轻人还满不在乎，但看着善师真诚的眼神，听着他的亲身经历，他们的内心开始动摇。其中有个叫阿强的青年决定改变自己，他跟着村里的工匠学习手艺，一开始因为缺乏经验，总是犯错被师傅责骂，可他牢记忍辱，默默承受，不断努力。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
他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工匠，盖出的房子美观又结实，还带领其他年轻人一起创业。村子里的就业机会多了起来，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随着善师的故事越传越远，周围的村落也受到了影响。原本各自为营，时常因水源、土地起争执的村子，开始懂得布施的含义，相互分享经验，携手解决问题。在一次大旱中，几个村子齐心协力，共同挖掘新的水井，修缮灌溉渠道，成功度过了危机。以往因小事就大打出手的村民们，在忍辱的教导下，学会了宽容与理解，邻里纠纷越来越少，整个地区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从个人到家庭，从村庄到地区，善师的转变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层层涟漪。这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福报绝非仅仅关乎个人的得失与享乐，它更像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无限的感染力与辐射性，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当我们将目光从个人的小天地拓展到整个社会，会发现每个人内心的转变都如同星星之火，足以形成燎原之势。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像善师以及受他影响的人们一样，从内心深处去修持这6种品德，那么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有贪婪与自私引发的资源争夺，不再有欺骗与谎言破坏的信任桥梁，不再有嗔怒与冲动导致的冲突纷争，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关爱与分享的人际关系，是诚实守信、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是积极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是宁静平和、充满智慧的心灵境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常常迷失在对财富、地位的追逐中，错误地认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就是福报的全部。我们在寺庙里烧高香、捐巨款，祈求神明赐予我们想要的一切，却忽略了最根本的内心修行。善师的故事犹如当头棒喝，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物质的富足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满足，但唯有精神的富足才能给予我们长久的安宁与幸福。精神富足意味着我们拥有一颗懂得布施的慈悲之心，能够在给予中感受到快乐，意味着我们坚守道德的底线，以持戒的自律塑造高尚的品格，意味着我们在面对挫折与不公时，凭借忍辱的坚韧保持内心的平静，意味着我们始终保持精进的态度，不断追求自我提升，意味着我们通过禅定，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宁静港湾，意味着我们拥有智慧，能够明辨是非善恶，不被世俗的表象所迷惑。当我们在内心种下这6颗品德的种子，并用心浇灌培育，它们必将茁壮成长，
为我们撑起一片充满福报的天空。而当每一个人都拥有这样一片天空时，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一个人间乐土，一个真正充满爱与希望的美好家园。让我们以善事为榜样，从现在开始踏上这内修福报的征程，用我们的行动为自己、为他人、为这个世界创造更多的美好。因为真正的福报就在我们每一次内心的转变与行动的实践之中，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收获。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回复一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愿每一个人这一生都是善的一生，吉祥的一生，幸福的一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